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网友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块手表，回到家中亲戚问起来，母亲却和对方说是几十块买的。他很不理解母亲的做法，就把困惑发到网上。有一个回复一语道破事实：等你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因为你过得好而开心的只有少数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打听和你有关的事，只是为了证明你过得比他们差。即便是亲近的人，也不一定希望你过得太好，更别说朋友圈里那些点头之交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当你把财富暴露在他人眼前，很有可能会引起某些人心中的不快，甚至还会被莫名的记恨。聪明人往往都懂得低调，为自己少树敌，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会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来跟你说说聪明的人都懂得低调这件事。东经122度，北纬31度。我在中国上海，你在哪里？嗨，子静，我是小梅，我在成都，祝大家晚安。我是乐乐，在湖南永州，祝大家晚安。嗨，子静，我是小妍，我在广州，祝大家晚安。古语有言，客不离货，财不露白。意思就是在社会闯荡，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财富显露出来。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看在眼里，你根本不知道会给自己招来什么样的麻烦。记得在《非诚勿扰》节目当中，黄汉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买得起苹果，所以不在意别人说我用小米。真正有所成就的人，一般在生活中都很低调，就像嫁入豪门的郭晶晶，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平日里都用1块钱买来的皮绳，一个包能背4-5年，但却从没有人怀疑过她的实力。在话题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下面有个回答写道说，见过更大的世界后，活得更谦卑，得到的东西越多，越没有身份感。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在人之上亦能把别人当人。真正厉害的人大多都将锋芒藏了起来，并且戒掉了优越感。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纽约举办了一场文学聚会，邀请了很多知名的作家。聚会上，一位出过许多书的高产作家不停地向身边人炫耀自己的作品数量之多。当他看见一个没怎么开口而且着装朴素的女生，以为这个女子沉默寡言是因为没有什么名气，于是优越感油然而生，就上前搭话。交谈中，他带着自得的口气炫耀说，同样是作家，我已经出版过339部小说了，请问你有几部作品呢？这位女子云淡风轻地说，1部。男作家带着鄙夷之色继续追问，你只写了1部啊，名字叫啥？女子回答，飘。男作家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有时候，一个越没本事的人越喜欢炫耀，一个越没才华的人越喜欢吹嘘。只是炫耀非但争不来面子，有时还会丢了尊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不要总想着向别人炫耀自己，因为很有可能就成了班门弄斧。唯有时刻保持一颗谦逊之心，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真正有见识的人从来不会告诉你他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自卑感。胸有沟壑的人往往能在世间万物中看到自己的渺茫，反之那些浅薄张扬的人才总是骄傲自满。人生在世，保持谦卑，不显学识，收敛自己，这才是为人处事中最难得的涵养。
聪明的人都懂得低调，通透人生需要管好自己。在前行路上守好一份清醒，在低调中才能活出真正的高贵。